辉达在北京有4000多个员工哦，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4000多个员工回头过来反噬辉达的技术的话呢 ，NVIDIA 能不能逃过中国的猎杀？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那么在农历过完年的期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呢，一个呢是由中国所推出的 AI 的未来的系统，那么它提出一个 DeepSeek 的新的演算法，也造成全世界巨大的震荡。DeepSeek 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在1月27号全球股市都大幅的下跌 ，NVIDIA 呢27号呢是下跌16.89%，那么市值少掉5890亿美元。在当天呢，我们看到台积电的下跌13.37%，那么也是造成股价大幅的下滑。那么这个在人工智慧的路上呢，中国的梁文峰先生他用一个相对的低廉的成本研发一个新的开发系统这个开发系统也造成过去一段时间奔驰的 AI 相关的公司呢，股价大幅的下滑。财讯想跟频道会员表达谢意，同时也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或是帮影片按赞与分享，这些都是让我们持续经营的动力来源。新的一年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全世界的媒体都关注这个事，一个是 DeepSeek 呢，它展现出中国在 AI 领域的实力。DeepSeek 呢是用一个蒸馏的技术呢，逃过美国的封锁。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国际媒体在讲 DeepSeek 呢对欧洲带来一记重击。那么这是大家开始在看美国是不是会出现 DeepSeek 的这个深度球手时刻的效应，也就是这个 DeepSeek 呢到底会对整个在人工智慧的路上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呢，这个也报道到 DeepSeek 呢正在颠覆世界人工智能的极客哈。那他对梁文峰这个人有很深度的报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语言的模型当中，那 DeepSeek 呢，它所采用的一个蒸馏的技术呢，现在美国认为它有剽窃之嫌。那么有美国很多的公司现在都禁用 DeepSeek 我们看到这张漫画，其实在象征 DeepSeek 在整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它一开始 OpenAI 在钓鱼，那么鱼钓上来之后呢，这个 DeepSeek 在旁边看，他又从他这个鱼笼当中就把鱼给套出去了。那么这个大概就是他所谓的数据蒸馏的原则。那么在整个 AI 的竞赛当中呢，中国在晶片的实力略逊一筹，但是呢，中国在数据的掌握呢，它相对是比美国来的要有更充足的数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DeepSeek 呢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看到美国的准商务部长 Lutnick 呢，他说他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来创造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美国到底如何来防范这个回合当中所造成美国的挑战？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阿里云现在它也开始规划一个 Qwin 的 2.5 的 Max 的一个演算法，对阿里巴巴的股价呢也带来非常正面的效力。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阿里巴巴推出的软体系统也造成股价大幅的上涨。我们看到涨幅最大的是金山软件的子公司呢，叫金山云，它是 DeepSeek 最直接的受益者，股价在2月3号呢一天涨了30%，这个也是让香港股市呢大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么这个时候呢，外媒的报道它是说中国可能会绕过辉达的限制，那这个如果它成真的话呢，它也会对辉达的股价呢带来更大的撞击。那台湾已经限令不准在公务机关呢使用 DeepSeek 的下载软体， DeepSeek 现在那个下载的排行，印度呢现在是第1名。未来的发展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新变化？这个是《黑天鹅》一书的作者 Nicholas Taleb， 那他是以黑天鹅的理论来著称。这个时候呢，他提出 DeepSeek 呢是在这个回合当中一只非常标准的黑天鹅。那么所谓的黑天鹅效应是怎么来的呢？不太可能发生的事，它居然发生了。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 DeepSeek 呢是大家从来没有想到，在12年一开端呢，它给全世界带来一个很重大的题目。这个题目也告诉大家，中国可以用一个相对低的成本 ，DeepSeek 号称它使用大概500多万美金，
那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简直是贵族跟平民的战争啊！川普1月20号在白宫宣誓就职的当天呢，他就邀集了包括孙正义，也包括这个甲骨文的伊利森，也包括奥特曼 OpenAI 呢3家公司共同准备在未来几年当中筹资5000亿美元，那么呢共同来打造新的 AI 的新的系统。美国用举国之力呢5000亿美元来发展 Stargate 哦，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是砸大本钱来发展 AI 的系统。但是呢，中国这个时候呢，李强来接见梁文峰之后，他不到600万美金，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呢，给美国来讲，它当然带来一个当头棒喝。所以我在第一时间在 FB 上面也提到，如果 DeepSeek 呢能够轻而易举凌空而降得到成功，那么也代表 NVIDIA 呢很可能是走下神坛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 Taleb 在讲说，投资人太过专注一个单一的题材，他认为辉达的股价呢可能是一个重挫的开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辉达的股价呢在农历过年前呢最高到 153.13 美元。那么这一次呢受到 DeepSeek 的撞击之后呢，它最惨掉到 103.01 美元，它的市值呢从 3.66 兆美元呢一口气呢下跌到剩下 2.89 兆。那这个对 NVIDIA 未来的发展，对黄仁勋来讲，它会带来非常重大的一个新的影响。所以辉达未来何去何从呢？那第一个，它暴露出了一个重点：如果中国可以廉价打造新的 AI 系统，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就不必花太多的钱呢，那么去建制这个 AI 相关的晶片。这个是大家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考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辉达在中国北京有4000多个员工哦。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4000多个员工回头过来反噬辉达的技术的话呢，那么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管从面板到现在，我们看到成熟制成的晶片呢，中国发展起来之后呢，都对全世界带来非常大的杀戮的效果。在这个回合当中 ，NVIDIA 能不能逃过中国的猎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美国对中国有非常多的晶片的管制，但是呢，在这一次他也透露一个 DeepSeek 呢，现在他手上握有超过5万片的 H100的高阶的芯片，那这个也引发美国高度的恐慌。换句话说呢，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晶片管制呢，它都有后门，而这个后门呢，看起来是透过新加坡。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一年采购 NVIDIA 的晶片大概超过170亿美元，这么大的这个量呢，大致上都跑到中国去了。那美国如何看待新加坡？对新加坡会带来什么样的管制？这个是观察的第二个重点。那第三个是辉达的股价呢？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啊，黄仁勋在农历过年前呢，跟台湾的很多的企业呢，共同来吃尾牙。这个吃尾牙，其实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在2月3号台股开红盘的首日呢，台湾的加权指数大跌830.7。最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跟黄仁勋跟 NVIDIA 相关的供应链呢，股价其实都大幅的下跌。台积电呢，在2月3号呢，跌了65块钱，那么也造成台股下跌830.7。哦，这当中啊，鸿海股价的大跌，包括广达跟台达电呢，都一度跌停。整个相关的供应链当中啊，包括伟创跟伟影，其实股价都跌得很惨，也包括双鸿跟奇宏呢，股价都杀到跌停板。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 DeepSeek 之后呢，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效应？这个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现在连马斯克都注意到，他说这个 DeepSeek 呢，它拥有5万颗的 NVIDIA 的 H100的晶片。马斯克说，很显然这是违反禁令。那么美国到底如何杀出一个杀手锏？在 DeepSeek 之后呢，对中国的股市啊带来一些助力。我们看到小米的股价呢，它已经涨到 39.75 港币，而中芯股价呢到了44块7毛5，这个都是难以想象的高价。而另外一端呢，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黑天鹅效应当中啊，对台积电会带来首当其冲的影响。川普呢在7月他接受彭博的专访，他已经讲到98%的晶片呢都被台湾抢走。我们回头看7月17号他接受彭博的访问的时候呢，川普说台湾抢走我们100%的晶片生意，台湾要付我们保护费。
他说美国要跨过太平洋去捍卫一个岛屿呢，我们有9500英里，跟台湾只有中国只有68英里。他说台湾很有钱，要付我们保护费。川普一再重复这个观念，其实也告诉大家，在一个10年的开端，台积电它的变数当然就大了。这个时候，如果川普要对台积电扣100%的关税，那么大家可能要去思考台积电如何来跟川普政府来打交道。如果台积电果真扣100%，那么对美国的高科技的公司呢，其实它带来更加沉重的成本的负担。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关税的课征啊，包括这一次川普对中国扣10%，墨西哥、加拿大扣25%。这个关税呢，就像一个灰犀牛的效应，黑天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它意外发生的。但是呢，灰犀牛是目标很大。2月4号，川普对加拿大跟墨西哥果真扣25%的关税，在第一时间你看到墨西哥的总统呢下令对美国来反击包括加拿大的很多商店都要抵制美国的商品。一开始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呢也扬言要对美国的产品要课征高关税，但是呢，川普在很短时间他就峰回路转。我们大家可以看到，24小时之内呢，墨西哥的总统承诺要用1万的重兵来管制毒品的走私跟非法走私，那么也包括加拿大的杜鲁道呢也跟进了。现在川普呢宽限30天，这个宽限30天呢，现在大概可以看出来，对中国的关税呢，他照样来课征。那卢特尼克呢认为中国应该要扣更高的关税。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从芬太尼跟非法移民的焦点之外呢，川普要让美国再伟大，唯一的对手应该是中国。所以在这个关税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如何来接招。一方面呢是灰犀牛，一个是黑天鹅。那么在这个黑天鹅当中我们回头来看看台积电到底如何来应变。一方面呢，台积电是不是终端产品，它是中间产品，这个中间产品是完全纯粹代工。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别的厂商可以完全取代台积电，对台积电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台积电掌握先进制程90%以上的晶片的供应量，美国的科技大厂找不到另外替代的对象，所以台积电有能力可以转嫁100%的关税这个会增加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负担，所以在国际分工当中呢，对美国同样是不利的。其实墨西哥跟加拿大对美国来讲就像他们的亲兄弟一般，这个时候呢，自断双臂的话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川普的喊话呢是有恐吓的味道，也叫他们要严格的查缉芬太尼跟非法的移民。那这个时候呢，我想台积电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台积电是在美国在伟大路上的伙伴，它不是他的重要的敌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川普到底目的何在？大家要审慎研判。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连商务部长都被川普影响。他认为台积电利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从手中夺走。其实，在整个晶片的生产，美国很难复制这个不是美国的强项。所以在这一次呢，台积电的董事会呢决定2月12号左右在美国召开。那台积电如何把它当成一个对美国、对川普政府一个好的沟通的开始，我想是值得台积电的当局好好来思考一下。第一个呢，他一定要让美国的政界了解，在国际分工当中，台积电承担的代工的角色呢，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要直接能够跟川普的政府打上交道。换句话说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应该邀请川普来亚利桑那厂来视察，让他主持这个新的开工的仪式。也许这是化解川普对台积电一直以来呢，他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那我相信在10年的开端，台湾面临非常多的考验跟压力，那么这个都值得赖总统好好去思考。在国际的大环境的改变当中呢，台湾如何顺势而为？我相信这是10年台湾上下朝野当中必须要审慎来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